最近高雄中央公园在开的那个案子嘛，那价格还是高哦，以前不送了啊，现在送了哦。这些东西呢换算成钱也是蛮多的，对啊，你买一间新的这个两房好了，两房下来，你自己再把它装潢到漂漂亮亮，软装什么都上，然后家具家电全部都进，要出租，这个连我来做可能都要50、60、70、80，看做到什么程度了，至少天花板大概都要做的，然后那个。就看要弄到什么程度，线上现在用送的哦，那实价登录还是很高啊。我们就可以看到说，哦，现在买方的追价的力道没那么强哦。然后你看一下现在市场的氛围哦，那么冷，只剩下我们这种长期主义者、长期制成的还在市场中在看。就是这样，这就是很领先的指标。避免买贵，教你用银行建价与中介收斡旋来判断合理的价格。先说结论哦。你就是先探出房仲他愿意收斡多少钱，跟银行的建价这两个数字，两者相比，你就知道行情在哪里。嗨，我是买房阿元，订阅买房阿元，我先祝你老了有房也有钱。我们上一支影片聊了高雄社宅盖好了，还没看过的话可以看一下，在左营啊，重实安居啊，很大规模啊，那个800多户。那今天我来跟你分享怎么判断自己有没有买贵。这次来聊一个问题，这也是会员朋友问我的，就是他听我说自住的话最好。就是现在是还不错的进场时机，确实啊，因为你现在可以议价了，所以他就真的有去看房子，然后结果就觉得很奇怪，为什么有的房子开的价格还是会比当地的实登高出很多？那到底是这个房子就真的值这个价钱，还是说卖家就是在开高价等盘子来接手这样？那应该要怎么判断？那一样先说结论，你就问中介多少能收斡这个问的方法很简单，你就先出一个价格，看中介如果面有难色你就直接问他多少能收斡了，就这样。如果他打马虎眼的话，你就直接问他多少人收斡，不要啰嗦就这样。然后他就会报出一个他觉得可以努力的价格这是价格 A。然后你再去问中介说银行的建价是多少，你会得到另一个价格 B 那你就比较这两个价格，如果 A 远大于 B， 好，超越行情，你之后贷款会有问题，那你就资金比较紧的，那你就不要碰那再来你要知道可能会有什么例外。这个技法有可能会在某一种情况之下失效，就是这个社区一直以来都没有什么释出可能上一笔实登是2年前、3年前的，很多好地段很多这样子的那你也知道说这过去2年的房价抬起来抬多凶嘛，所以这个算法就会不准因为银行在出那个建价也是看实价登录结果你那最近一笔实价都2年前，你让它建高也会为难银行也会为难这样。但是你也要思考一件事情，就是如果一个地方连续2、3年都没有交易的话，有几种可能。来，第一个，这个地方地点很好地段很好，所以大家都不想搬买了之后都不放的像台北市很多华夏它可能还是学区房这种东西卖了买不回来比方说民生社区什么的，所以实价登录的资料就会很少。第二种情况，这个地区很不 OK。所以没有人买卖，例如我之前才拍过影片讲的内门，高雄内门，你什么时候听过内门内门要搞一个动物园，寿山动物园要过去那内门的实价登录你可以去查，3年才1间房子，就这样，所以你就可以思考一下，如果你真的是有你自己的需求，你就是喜欢偏僻一点没关系，自己有个透天后面可以种菜养鸡，那你就去买只是你后续要卖会卖非常的久。最后你要知道。实价登录是落后指标这里还是要讲一下，就是政府实价登录的规则是完成所有权移转登记后30日内登记，然后内政部颁发的资料是前45日内完成登录且符合揭露原则的案件，也就是说你看到的实登至少会晚45天，那实务上是会晚更多的。因为登记是最后一个流程你前面还有很多什么签约、贷款、对保、比银行各家的价格，这些流程要走。然后各地方政府的更新速度也有快有慢最慢可能到2、3个月你的实登才跑出来，甚至就跑不出来了。例如说盖牌盖牌这种事情，法拍也是法拍也是不会登，这样要特别跟中介去问。也就是说，如果你是只看实价登录来判断的话，很有可能会误判。要怎么降低自己误判的几率？其实这又回到你跟房仲的经营的关系。我还是要强调一下房仲并不是全然的偏向卖房，然后专门来对付买房，不会这样。他心里想的是成交，因为他们是赚服务费的嘛，那个不成交没有饭吃而且现在这个房市的大环境比较冷，他比你还想成交真的。
因为他小朋友也要缴学费啊，他也有自己的房贷要缴啊，能成交都好说啦，他也不希望说开高价就去拿一个那种看得到吃不到的服务费就这样。所以跟房仲最好是合作的关系，你是买方的话，不用跟他叠对叠，就是把你的需求好好跟他讲，把你能负担的好好跟他讲，请他帮你媒合出适合你的房子。那假设这个房仲你跟他沟通以后每次他还是给你一些很奇怪的物件，你自己心里就要有底。那该换房仲就要换房仲就这样。那个台湾房仲千万不喜欢就换这没关系，因为这个是人生那么大笔的花费还是要自己跟那个房东成交，至少你服务费给他赚，你 OK 嘛？你不会不开心嘛？那这样就好。对这几件事情先讲，不然怕忘记。就现在不是房地产吹冷风嘛？这已经是事实了。那我自己的观察是这样跟你分享一下。先说台北台北市、新北市。那台北目前依然持续在成交那成交的行情没有特别的高，也没有特别的低，就行情这样。只是说现在的买方分布已经变成说 50% 是自住换屋那 50% 是财富传承，投资客几乎都离开台北了。那我想这个也不赖嘛，就没有投资客在那边恶性炒作那前面讲到那个 50% 自住换屋很重要的考量就是小朋友的学区所以蛋黄依然非常坚挺那 50% 的财富传承那财富传承讲的就是就天龙人嘛有钱的天龙人。那通常都是怎样？长辈就是看生几个小孩，然后每个小孩一人帮他们买一间这样要给小孩的这种属性。所以他那个也没有要投资，也没有要炒作啦，就是保值就好财富传承那你有钱，你要放在全台湾最顶尖的房地产市场来自住换屋或是财富传承都可以只是说现在成交在4500万以上已经是目前的常态我居然还有观众去买超过1亿的大安区房子，然后他们说我台北前辈的团队服务是非常的顶级他们的家族很满意这样。对，所以你要看那些财富传承用的房子或者好学区的房子你就加我前辈的 LINE 小老鼠拜台北，小老鼠买台北这样，加了你就看到他的大头贴那个是助理在顾的那他们会不定期的 po 这些房子给你参考。OK 那讲完台北讲高雄高雄的情况是也一样，市场降温那之前的乱买乱出价族群就不见了，我认为这样很好，因为这样子我们就可以专心瞄准重大建设，就比较不会有那外行乱出高价的乱，你知道。那自从我拍了会员影片我会员影片不是都会拍重大建设吗？那陆陆续续我拍了高雄的重大建设有楠梓台积电到凹子底3大开发案，富邦凹子底 BOT 案，到71期4地重划，新高雄火车站，到亚洲新湾区你们观众很奇怪我拍一个重大建设，你们就跟着买一个重大建设附近。高雄我是很有信心没想到说这个观众好像比我还有信心买的比我还贵，买的比我还多真是蛮夸张那看好高雄，你瞄准重大建设，就找我推荐的台湾房屋美术之星店那在高雄你要卖还是要买那你就给他们一条龙就好了，就跟我一样，我过去10几年都是他们处理的，这是真的那我付的中介费这样子加起来早就超过7位数，那你看我还是愿意推荐他们就是真的很没问题嘛很专业很 OK。 他们的 LINE 是小老鼠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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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老鼠5个 go 那他们有答应我说会 po 在这支 LINE 的房子是都会挑过就是专门给买房阿元的观众。那这些房子都怎样？都适合自产，也都在重大建设旁边，你可以加那个 LINE 来看看高雄没有台北那么贵祝你自产顺利，来高雄玩得开心，赞赞。讲八卦讲八卦，实价登录落后指标那还有一个更落后的指标是银行建价，真的银行建价他们就是看实价登录然后没那么快他不会说现在这个社区已经成交到1坪40了，我说高雄中的40了，然后银行下一个你的签约案件立刻可以建到40，没那么快所以比实价登录更落后的是银行的建价，那就是看银行目前他放款的那个水位如何。如果他觉得可以放多一点那他就建高一点如果他觉得说最近不太想收这种房贷的案件，他就会建更之前的那个价格，就这样。那因为通常大家在比都一次比
2、3家银行、3、5家银行嘛，那就是看说银行自己内部的松紧哦，这真的是改来改去的，这没有一个公式还是怎么样，就是同一个银行的不同分行哦，他们内部的政策也是周期性的，有高有低这样。那你就是多问银行，如果你要走新青安，你就去找8大官股银行嘛，那多的是哦。那如果你已经没有新青安资格，那你就去比民间银行哦。民间银行通常是建价比较容易高，然后它的利率没有那个新青安漂亮，这是一定的。但是就是建价高，建价高后，你的自备款的成数可能就比较受到保护，你就不需要拿出那么多的自备款出来。好 ，OK， 这是比实价登录还要更落后的指标。还有实价登录盖牌这一题哦，这个改天再说，这也是个很麻烦的一个议题。然后台湾哦，现在走了这个实价登录的政策，其实是不错的。虽然实价登录助涨也助跌，但是至少怎么样，很透明嘛。你现在中古屋的买卖交易有实价登录，还有特殊交易可以看呢哦。然后再加上那个预售屋也有实价登录，然后再加上那个租房子租赁也有实价登录哦，所以很透明的哦。我个人认为是还不错的政策的原因在那个会员朋友跟我讲，他去看日本房地产哦，什么东京自产不是很多吗？对不对？日本没有实价登录所以你也不知道你买的高还是低，你就只能问那个当地的中介，然后又隔一个语言，他就跟你说差不多是这个就没有，就毛毛的哦，就这样。那台湾实价登录连租金的实价登录都有，当然问题还是很多啦。像我好几支影片都在讲说，租金实价登录没有照片，所以屋况好、屋况糟全部都统一就是这样列出来。好，那这个是落后指标哦，所以银行建价你基本上你可以预设并不漂亮哦，并不漂亮，尤其是在这个房市比较冷的现在，那这个是落后指标哦。所以你看实价登录在出价哦，或在买卖，你已经是看后照镜在开车，比这个后照镜还要更落后的哦，就是那个银行的建价这个部分，你都可以预期说那个银行基本上是见不到合约成交价了。好现在是可以了哦。那再来是那个领先指标哦。那我们讲落后指标有没有领先指标？有啊哦，预售屋哦，预售屋。那预售屋的实价登录，它不是说哦这个现场有成交户哦，大家拍拍手，然后立刻就把它登上去，没那么快哦。它是一个销售周期结束以后才统一批一起登的。好，那预售的实价登录我们也会去看哦，因为它很有新闻性，在市场中的买方很勇敢在追价的时候。那个就表示说市场的热度很够。那以现在市场比较冷的情况之下，你看建商来了嘛，就是以前那种在送全屋装修的哦，全屋装潢再加5种家电哦，就是那个最近高雄中央公园在开的那个案子嘛，那价格还是高哦，以前不送了现在送了哦，这些东西要换算成钱也是蛮多的。对啊，你买一间新的这个2房好了，2房下来你自己再把它装潢到漂漂亮亮，软装什么都上，然后家具家电全部都进。要出租，这个连我来做可能都要50、60、70、80，看做到什么程度了。至少天花板大概都要做的，然后那个就看要弄到什么程度。建商现在用送的哦，那实价登录还是很高我们就可以看到说哦，现在买方的追价的力道没那么强哦。然后你看一下现在市场的氛围哦，那么冷，只剩下我们这种长期主义者、长期自产的还在市场中来看。就是这样，这就是很领先的指标，预售勇敢追价的情况。预售屋真的它盖很久嘛，对不对？日后会不会我乱讲假设以那个高雄一坪给人家买到75万这种等级的预售，它真的会如此顺利对保交屋吗？这东西都还是个问号那以后再说的事情。所以领先指标可以去观察，就直接看市场的冷热，然后落后指标实价登录然后更落后的指标就是银行减价大概就是涨这个样子。你最近在找室内装潢公司吗？我查到一个有趣的资料讲给你听，就是说民众在找室内设计公司最讨厌遇到的几个状况。来，第一个，设计师承包商收款后跑路，对吗？这确实很糟糕，因为这等于是装潢蟑螂，这就要打诉讼了。可是房子还是拆在那边很讨厌这样。不过我知道有一家不会这样，因为他几千万的门市在家装潢都是老板自己买自己装的有那个财务的实力。那现场也有直接可以挑瓷砖、挑板材的地方大门市找得到人，跑不掉。那真的做爆了的话，也兜得了底都还赔得起。第二点是施工不良，日后漏水我都施工了还漏水这样，这也确实很麻烦，因为都住进去了嘛。那到时候为了要修漏水，可能还影响到邻居搞得家里又要变工地。不过我知道有一家不会这样至少豪宅案子也是敢委托他们去做
那第3点是恶意追加费用，预算严重超支，这个也是很糟糕，就是通常是发生在那种跑单帮的设计师哦，就他是先低价报价，然后把案子接进来，然后后面再一直加，反正我都拆下去了，那你不加也不行，就会感觉像被绑架一样。这个我观众也反映过非常多这种情况，不过我知道有一家不会这样，因为他们就做10几年了哦，那这个案例上跟那个施工上跟他的售后去看他的 Google 评论评价就知道了。你刚刚看到的画面哦，全部都是他们家以前施工做过的案例照片，接下来我都放完工后的照片给你看。先说结论哦，台北市、新北市地区的朋友，反正就是泸州，他们店在泸州，泸州开车30-40分钟之内可以到的地区，那家里要装修或者自产的要装修，就找这一家室内装修公司先问问看，汉一室内装修，因为我有认识老板，那又加上很多双北的朋友在请我推荐室内设计公司，双北哦，什么老屋翻新啊、隔套啊、老公寓啊、预售屋、交屋要整理要收租的，我就推荐这一家汉一室内装修。汉一陈老板案件经验非常丰富，他给我历年来的施工照片，案场超过100场，照片超过27000多张，我都不知道怎么挑。那加这个 LINE 可以跟助理先描述你的需求，甚至直接传屋况的照片，初步谈一谈之后，应该就会去丈量了哦。室内设计是这样，就你找谁不是找，就是找而已嘛，就是怕被骗，怕被敲而已嘛。那我推荐，我信任汉一陈老板。那你的房子要装潢，那就找汉一室内装修，先加他们先去问一下。双北装潢就找汉一室内装修，买房阿元推荐，总是比在外面乱找还要安全一点。现在就加赖的 ID 是小老鼠HANYI 汉一。